咱们今天来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司法公正跟经济增长这两件事儿到底有没有关系？说的再直白点，一个国家的法院要是变得更公平了，这个国家真的会因此变得更富裕吗？今天啊，我们就拿中国的真实案例和数据来一块找答案。这句话哇，分量可不轻。你想想，这话不是什么外部批评，而是出自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之口。这一下子就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在中国啊，法律啊，有时候会变成地方官员保护自己一亩三分地利益的工具。那么这个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呢？其实啊，你把它想象成体育比赛里那个不公平的主场优势，一下就明白了。就好像啊，不管你怎么打，裁判的哨子好像总是不自觉地偏向主队。你还别说，这个比喻特别形象。研究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华为、腾讯这些科技巨头，只要是在他们总部所在地的法院打官司，那胜率简直了，几乎就是战无不胜。你看，这主场优势一下就变得特别具体了吧？其实呢，这种现象在学术上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儿，叫做司法俘获。听着有点绕，但意思很直接，就是地方政府出手干预判决，让法官的天平偏向本地的企业，那外地来的公司自然就吃亏了。这么一来啊，整个做生意的环境可就不公平了。那问题就来了，地方政府是怎么做到这点的呢？咱们看这张对比图就一清二楚了。改革前呢，地方法院的钱袋子还有法官的升迁都牢牢攥在地方政府手里。你琢磨琢磨，要是你的工资和前途都由别人说了算，你做决定的时候能一点不受它影响吗？所以啊，法官们自然就有很强的动机去照顾本地的利益了。很明显啊，这个问题已经病到根上了，必须得来一次大手术。于是呢，中国就启动了一场规模非常大、风险也很高的司法改革。核心目标就一个，想办法把地方政府伸向法院的那只手给斩断。那这场改革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你看啊，它不是一刀切，而是从2014年开始，先搞试点，然后一步一步错开时间，在全国推行。最核心的一章就是把法院的钱袋子和乌纱帽，也就是财政和人事大权，从地方政府手里收上来，交到更高级别的省级政府去管。这么一来，地方政府想再直接遥控本地法院，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么大费周章的搞改革，到底管用不管用呢？这个结构上的大调整对司法公正到底有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咱们就直说了吧，让法院变得更独立，真的就改变了案子的判决结果吗？别急，我们让数据说话。答案就藏在这个数字里，负的 7.0%。这个数字看着简单，但它背后揭示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负 7.0 半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改革之后啊，本地公司跟外地公司打官司的时候，胜诉率平均下降了整整7个百分点。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个曾经坚不可摧的主场优势的确被削弱了。但是啊，故事到这儿还没完。更关键的是，改革不只是让本地公司输了官司，而是整个判案的质量都提升了。咱们看第一个证据，上诉率。改革以后，外地来的原告打输了官司之后，选择上诉的可能性居然降低了 13%。你想想这是为什么？这说明他们觉得初审判的没那么冤，对判决的公正性更有信心。第二个指标就更厉害了，直接关系到庭审过程本身。改革后，法官同意那些外地原告提出的证据审查请求的可能性大幅提高了 28% 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在法庭上双方的武器更对等了，竞争环境一下子就拉平了不少。再来看第三个迹象，这个藏在判决书的细节里。改革后，判决书里讲道理那部分的平均字数增加了 7.8。你可能觉得 7.8 不多，但你想想，这多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说明法官在花更多的心思去论证，去说理，让判决结果更加有理有据。最后这一点可能有点专业，但特别能说明问题。
法官们引用那些比较模糊可以自己解释的所谓自由裁量法条的可能性降低了15个百分点。这说明什么？说明判案子越来越讲究依据具体的法律条文，而不是靠法官的个人感觉了。整个系统变得更加严谨，也更有预见性。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了，法院变得更公平了，判案质量也更高了。但这跟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国家会不会因此更富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说到经济涟漪效应了。这个逻辑链条其实特别顺。你看啊，司法一独立，地方保护主义就少了。对于外地的公司来说，这意味着来你这儿做生意的风险大大降低了。那风险一低，谁不愿意来投资呢？所以更多的外来投资自然而然就来了。这个逻辑听起来是挺顺畅，那有没有数据来证明呢？当然有，就是这个数字，正 8.4%。这个数字说的是，在一个地区的法院系统改革之后，每年从外地企业那里吸引来的投资额平均增长了 8.4%。你看，这说明钱是聪明的，资本是会用脚投票的，哪里更公平、更可预测、更安全，生意和投资就往哪里流。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效应再放大一点，放到整个国家的层面来看，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研究人员就估算了一下，结果相当惊人。如果这项改革能够在全国彻底铺开，中国的 GDP 总量有潜力因此增长 1.9个百分点。1.9扩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换算一下就是数千亿元美金的经济增量啊！这很有力地证明了一个公正的法律体系，它不光是抽象的公平正义，它更是驱动国家经济增长实实在在的强大引擎。当然了，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都特别美好，但是咱们要客观全面的看问题，就必须得聊聊这场改革的另一面，那就是它的局限性。这局限性在哪儿呢？首先，改革是把权力收到了省级，但万一有家公司它本身就有省级甚至中央的背景呢，那这个改革对它就没什么用了。其次，在跨省的案例里，保护主义的问题也依然存在。最后呢，地方官员还是可以通过游说省级政府里有关系的人来影响事情的结果。所以啊，你看，这改革可能并没有完全消除保护主义，而只是把这场博弈的战场给升级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那么绕了这么一大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后的一个思考：这场改革究竟是朝着法律真正高于一切权利的法治迈出了一大步，还是说它仅仅是让更高层的手里多了一个更好用、更有效的治理工具，也就是所谓的依法而治？这个问题啊，可能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它恰恰点出了这次改革背后最核心也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